一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紫禁城中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我佛爷如来的妈咪红哟。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8月15号。最近郭德纲摊上大事了。郭德纲在武汉演出《济公活佛》中一段即兴表演饱受争议。目前的情况是被人举报，并且当地文旅局已经立案，西安相关演出已经被取消。全网热议的是郭德纲演出中临场改唱《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把微山湖上静悄悄改成了紫禁城中静悄悄，随后又加上戏谑性的佛号，全网炸了锅了。很多人认为这是对红色经典戏谑式的篡改，带有恶搞意味，消解了历史严肃性。具体怎么回事呢？请看视频。8月13日，环球网的消息，7月24日，郭德纲在武汉演出扮成济公，唱起那首大名鼎鼎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把原词微山湖上静悄悄改为紫禁城中静悄悄，并加入我佛爷如来也、妈咪妈咪红等戏谑词句，以喜剧包袱方式演唱。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是电影《铁道游击队》的插曲，入选中宣部2019年发布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武汉市文旅8月11日正式回复，这场演出虽然取得合法许可，但郭德纲改编唱段没有在报备材料中体现，涉嫌违反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已依法启动立案调查程序。网友3点热议：红色经典，程序违规，规则敬畏。首先说红色经典，有的网友就说支持严惩，红歌承载民族记忆，不容戏谑消解。多数网友认为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是反映抗战历史的红色经典，入选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将其歌词戏谑篡改，并加入妈咪妈咪红等不伦不类的词句，是对严肃历史的轻慢，触犯了公众情感底线。有的网友说红歌不同于别的，这是民族血和泪，绝不容半点篡改。第二点热议，有的人认为反对上纲上线，艺术创作应有空间，即兴不该被扼杀。也有声音认为，除国歌等极少数特定歌曲之外，其他歌曲改编不应该动辄上纲上线。相声、京剧等现场艺术即兴现挂是魅力所在，只要不涉及到侮辱诋毁，就不应用文化审查绑架创作自由。第3点热议，理性旁观，程序违规是核心，和同行举报没有关系。有的观点就认为，聚焦事件本身，武汉市文旅局立案调查的核心依据是改编唱段没有在报备材料中体现，涉嫌违反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这和是否同行举报没有关系，是营业性演出必须遵守的规则。即兴不是饶过审批的挡箭牌。有评论说，无规矩不成方圆，该给那些肆无忌惮篡改红歌的人一点教育了。也有类似的案例，2018年黄河大合唱遭恶搞改编，以夸张的肢体和荒腔走板方式演绎，引发舆论批评。曲作者冼星海之女冼妮娜公开谴责，并考虑法律维权，相关的视频被下架。这个事件成为恶搞红色经典触碰公众底线的典型案例。3点思考。第一点思考，艺术的边界在哪儿？即兴是传统曲艺的魅力，但不能成为规避监管的借口。当抖包袱以消解民族记忆为代价，就突破了幽默和冒犯的界限。第2点思考，名气大就等于免责吗？这一次的立案传递的信号是，文化市场监管一视同仁，流量和名气换不来豁免权，越是大腕越该对舞台内容心存敬畏。第3点思考，保护靠什么？既要靠法规约束演出内容报备和审查，也要靠从业者的自觉，对历史和经典的敬畏之心，才是守住底线的最终防线。其实这不是个例，之前就有脱口秀演员、明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其实这不是德云社第一次遇上这种事儿。往前倒到2018年12月31号，张云雷和杨九郎在青岛跨年演出，说相声大长寿里面拿汶川地震、玉树地震当包袱抖。当时演出完没立刻爆，隔了半年多到2019年5月份，有人把这段视频翻出来全网发酵。
青岛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局当年6月就正式立案了，查了1个月，7月2号下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处罚的重点不是张云雷个人，是演出举办方天津的主办公司，直接被吊销了营业性演出许可证。青岛的协办公司罚款5万块，同时正式发函给德云社，要求公开道歉，对张云雷、杨九郎严肃批评教育。德云社那边也发了声明，暂停了张云雷一段时间的工作。不光德云社，整个文艺圈里，因为台上演的和报备的不一样，被立案处罚的比比皆是。最出名的是2023年效果的李浩石事件。5月13号，他在北京的脱口秀演出现场，临场加了一段侮辱人民军队的段子，内容完全没在报备文稿里。当天就有人举报，5月15号北京文旅立案，2天就查完了，最后罚没加起来1400多万，没收违法所得132万，罚款1335万，无限期暂停效果在北京的所有演出，连演出的剧场都跟着被罚了10万，理由是发现违规内容没制止也没上报。这件事直接给整个脱口秀行业踩了急刹车，之后所有线下演出的内容审核都严了不止一个档次。还有个更有戏剧性的小剧场例子，2025年9月，天津的极品相声帮原定的演员临时生病上不了台，班主全程找了别的演员临时救场，就因为换的这个演员没提前报备被人举报了，整场演出一共就卖出去2张票，总收入156块钱，其中1张还是举报人自己买的。最后天津文旅的处罚是没收全部违法所得156元，罚款6万元。最开始拟罚是8万5，后来考虑小微企业从轻，降到6万，就为了不辜负2个买票的观众，临时换个人救场，赔进去6万块，最后小剧场直接关门不干了。很多相声从业者第一次意识到，不光台词不能乱改，连上台的人换了没报批也是违规。在地方文旅部门眼里，最怕的从来不是演出内容本身有多出格，而是风险的不可控。审批的时候，主办方交上来的剧本、节目单、演员名单全都是合规的，但人站在台上即兴发挥、临时改词儿，观众递个东西上台，这些变数审批根本预判不了。放在以前，剧场里说句什么话，出了门可能就没人知道了。现在不一样，短视频时代，台上一句话几分钟就能传遍全国，紧接着就是海量举报，全网舆情，属地监管部门就得跟着背属地责任，所以监管手里就有了2套应对办法。演出已经办完了，出事儿了，就事后立案调查。要是哪个艺人有过临场出事儿的前科，下次再来申请演出，就不给批准，从源头把风险控制住。当年那位水星往外的舞蹈家，在太原演出没有报备的情况下，接过了观众的彩虹旗，举起来喊了支持亚文化的口号。后来去广州申请同剧目演出，直接没批下来，就是这个逻辑。短视频时代，剧场早就不是封闭的空间了。以前我们说台上无大小，台下立规矩，但是现在台上也需要有规矩。想必大家对整个事件有一些清晰的认知了。郭德纲作为一个家喻户晓的艺人明星，他的经验很足，阅历深厚，吃开口饭的人肯定知道哪些话能讲，哪些话不能讲。那么为什么他要在公共场合抖这么敏感的包袱呢？我们来看这句改编的歌词，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紫禁城中静悄悄。这句话天然产生了一种非常强的象征性，即使郭德纲本人完全没有政治影射的主观意思，传播出去之后也会产生一种可被政治化解释的空间。有人说，这是不是一种被体制压抑后的冲塔现象呢？最近出的政策很多啊，比如5月份证监会对富途和老虎证券的处罚，7月24日发布的针对富人的离岸信托征收 20% 的个人所得税，还有9月15号实施的出入境新规，一系列组合拳下来，从限制了财产转移到未来逐步限制人身自由，温水煮青蛙一样，让大家逐步失去安全感。所以我认为啊，真正触发监管敏感神经的，不一定是红歌不能改，而是红色经典加上戏谑改编，加上紫禁城，加上太阳西落，最后加上郭德纲的公众影响力，这几个元素叠加在一起之后，已经超出了普通艺术即兴的风险边界。也有一种可能，有人举报只是表面，实际上有人希望借这个机会敲打郭德纲。我们来看一下时间节点，就会发现7月24日演出，现场视频流出，有人举报。8月11日武汉文旅局确认立案调查。8月12到13日媒体集中报道。8月14日西安站取消巡演，到最后8月15号事件达到舆论高峰。为什么1个月后突然进入官方处理，到媒体报道，再到演出取消，这样一种连续状态呢？不得不让人猜想了。最后我认为郭德纲这次是真的踩到了监管可以成立的技术性红线，但真正让事件迅速升级的是歌词本身具有政治想象空间，加上郭德纲特殊的公众影响力，以及当前文旅监管越来越强调事前报备、事中可控、事后追责。至于有没有人借机敲打郭德纲，放大事件，推动舆论，我认为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而且概率比纯粹巧合要高。这次真正被立案的，表面是郭德纲的一段现挂，深层其实是中国文旅行业即兴空间与可供监管之间的冲突。而紫禁城中静悄悄恰好把一个普通的演出违规变成了一个具有政治想象力的舆论事件。
大家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最后还是希望大家多多点赞、评论、订阅，谢谢大家。